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可见钱财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它是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不可或缺的助力。有的人出身富贵，天生不为钱财而烦恼；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最终也能富贵满盈，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今日透天机手相来看一下，哪些人财运好，财富多。一、手不多肉，手上肉骨均匀的人是福人之相，一生福厚，衣食自来，一生不曾劳累辛苦，气运自来便很强盛。这种人生活悠闲，无忧仕禄，为大吉之相。二、手中元宝纹，元宝纹是由2条或3条主线分别为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加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元宝图形。金元纹宝一般为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或盆形，元宝形状越大，代表财产也就越多。如果四处封闭，四角不漏，属于很好的财库，代表着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也很容易存着钱。真所谓古相书中所言，元宝在手，车房尽有。三、手心存水，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那么真正的手心存水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四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四、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纹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第二，从手指看个人性格，切记小心四指紧闭的人。手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的手指中看出来，毕竟每个人的手指都是不同的。手指紧闭的人的性格怎么样呢？一、四指紧闭。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四指紧闭并且屈腹中指的话，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都是一个一意孤行且自鸣得意的自大之辈，遇到要多加小心。二、每个手指都长。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长的话，就说明此人心态方面比较好，而且做事情都比较细致，还很注意自身的仪表。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特别长，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和谐的，有这样手相的人，就说明此人是一个过分注重细节、吹毛求疵的性格。三、每个手指都短。如果说谁的手指的都比较短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做事情果断迅速之人，而且还敢作敢为。不过有此手相之人，因做事过于果断迅速，不免会出现急躁的毛病。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都过短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虽然也会具备1点以上的优点，但是也不会比伪君子好太多的。四、手指弯曲。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比较弯曲，而且还比较难看的话，就说明此人大多都是一个性格残暴之人，如果再配上掌形又比较差的话，就代表着此人多会有一些犯罪倾向。五、手指向内弯曲。如果说一个人的手指是向内弯曲的话，就代表着此人大多都是狠毒残暴之人。但是如果有这类手相之人的指身纹绣的话，就说明此人不仅不是残暴狠毒之人，反而会是一个有深谋远虑之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中我们的手指有长有短，有胖有瘦，根据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我们手指的形状也是不同的。第三，从手相看一个人是否能婚姻幸福。一、夫妻宫肌肉饱满，气色光润明显，这类人配偶相当聪慧贤淑，丈夫则是温柔体贴，夫妻生活美满，感情佳。如果再眉毛与眼睛大小宽窄相配的话，那么就是郎才女貌的上好婚姻。二、夫妻宫位置低陷，肉少皮薄，俗话说奸门洼，嫁两家。奸门即是夫妻宫，这个部位低陷的人，婚姻生活一生障碍，需防止离婚，早则7年内离婚，晚则中年离婚。三、夫妻宫偏狭窄。夫妻宫位置非常狭窄，代表婚姻晚或者二婚。如果嫁的人年龄偏大或者晚婚，婚姻能勉强长久；如果嫁的人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则婚姻多坎坷。四、夫妻宫见青金预示配偶多病，或者最近运气不佳。五、夫妻宫眼尾朝下抠门吝啬是其最大特征，眼角比较朝下的面相，往往怨天尤人，专门看对方的短处，婚姻生活中难免出问题。
6. 夫妻宫有黑斑或疤痕，如果正常的胎记就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婚姻，如果是后天形成的色斑，就是婚姻不佳的标志，双方易吵架、出轨。7. 夫妻宫肤色较黑，或者原来白后来变黑，情感不牢靠，导致婚姻不幸，结婚多次或者甚至孤独终生。8. 夫妻宫见鱼尾纹，十分劳碌，无暇顾及感情，终会导致劳燕分飞。夫妻宫的鱼尾纹特别深的话，就是二婚或者多婚的符号。9. 夫妻宫皮肤光滑出油，且较白较厚，容易姐弟恋或者老少恋，因其性欲旺盛，容易导致众多异性介入其生活，很容易为第三者。夫妻宫到了年龄偏大的时候，依然光滑无痕的，代表多情多欲。10. 夫妻宫有十字纹，会用武力征服异性，而且凶狠无比，容易出现家暴。奸门破相，婚姻有始无终，遇事难以白头偕老。两个人之间投缘度通过手相就能看出吉凶。想知道你和他是家有天成，还是一对冤家吗？一、互相体贴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即深入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感情线算是标准型。谈恋爱时不太敢表白自己的情感，所以是相亲结婚型。婚后会相互体贴，爱情弥深，至死不渝。如果智慧线下降，就更为圆满了。2、能互补任性爱情的一对标准型，与常常伸出的感情线及感情线伸长到木星丘，表情爱深浓，意志坚定，不管谈恋爱或结婚，都喜欢以自我为本位，相当任性。婚后不久即想生儿子育女。这样的人若能配一个拥有标准感情线的对方，会自然产生容力，体贴对方，即使生活里碰到挫折，也能很快恢复如常。3、互补爱情的一对标准型的感情线与短感情线中极大致说来，感情线停在土星丘的人较容易心焦气急，谈恋爱总以自我为本位，情感起伏相当大。拥有标准感情线的人一旦结婚会很体贴对方，所以可弥补对方的任性，建立圆满家庭。如果男性的感情线短，可能会因不满对方而在外拈花惹草。4、虽有情但倔强的一对长长的感情线，凶感情线愈长，表示情爱愈深，也有实行力，但如果对方不肯轻易让步，可能就起反感而意气用事。如果双方的感情线都长，会因不肯轻让而诉诸于暴力，但如果一方智慧线上升，一方下降，则意外的能情投意合。5、个性相反却美满的一对长长的感情线和短短的感情线中极感情线，如果伸到木星丘，表示处事积极，很能实践；若停在土星丘上，则表示感情不稳定，神经兮兮。互有以自我为本位又任性的地方，虽然偶尔也起争执，但利用情投意合来互补，情感的凝结力还是很强。6、无法维持长久的一对短短的感情线，凶感情线若停在土星丘，大多以自我为本位，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所以你对他可能有好感，但他却是毫无反应。如果双方都有这一型的感情线，即使结合了，也很难维续长。7、个性都倔强的一对断掌，凶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一，侧向掠过，是典型的断掌，很有性格，也很执着，又有经济观念。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可能起两极端，胜了就为王，败了就为寇，甚至落得精神分裂。如果两个人都是断掌，就不能互相弥补了。8、适应独霸型对方的一对断掌和标准型的感情线，极断掌的人大多身怀一技之长，经济上很能获得成功。他的爱情是单方面的，只要爱上对方，一定不择手段想得到，有点冷热无常。若想与这型人配合，当以个性温和、适应力强的标准型为佳。标准型的人最能弥补喜欢走极端的对方的缺点。9、能化解对方顽固作风的一对断掌和长长的响情线中极断掌的人头脑好，虽然顽固，却经济充裕，很可能在实业方面有大成就，只是他总喜欢把钱字挂在嘴边，贪得无厌。木星丘发达的感情线多的是有行动又能领导的人，很能化解断掌者的顽固作风。10、各行其事的一对断掌和短短的感情线凶断掌，感情线短的人很不懂得忍耐，为人任性，说话老是不让利，怎能好好相处呢？只是断掌的人相当能干，常因不怕风险而在实业方面有所收获。虽然要忍一忍就可以和好相处，但问题是叫他们忍一口气真比登天还难。元宝纹和棺材纹，它们究竟有何玄机？对我们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别傻傻分不清楚，让我带你一探究竟。1、形态，元宝纹的繁荣，棺材纹的潜藏。在手相学中，元宝纹是由3条主线构成的，其中主要的一条副线形成元宝的独特弧形，
整体来看，元宝纹的出现几率较大，形态相对辨识度较高，而棺材纹则完全不同，它隐藏在远离主线的侧面，由其他纹路构成，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小。元宝纹犹如生命的繁荣，而棺材纹则暗藏神秘，需要仔细寻找。2. 吉凶，元宝纹的繁荣，棺材纹的预警。元宝纹的出现预示着事业发展一片大好，个人健康状况较佳，感情运势也呈现蓬勃的桃花运。然而，一旦手相中显现棺材纹，就意味着戏剧性的变化即将来临。棺材纹的出现对事业发展不利，可能会对命运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引发前所未有的逆境，是一种不祥的预兆。3. 对命运的影响程度，元宝纹的牵引，棺材纹的独行。元宝纹因与3大主线相关，对命运格局的变化相对较大。拥有元宝纹的人，命格基本定格在繁荣的元宝之中。相对而言，棺材纹的出现远离主线和副线，影响相对较弱。然而，若手相中没有其他有利的纹路相助，棺材纹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命理运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命运因素。如果你手上有这2种纹路，不过我们也都知道，手相中除了以上所说的2种纹路外，其实还是有着很多的发财纹路，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2. 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3.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4. 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里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5. 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
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不弹性，不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1. 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细腻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 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无论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掌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
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做起事来很有干劲，属于天生的上帝宠儿，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第二，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富命，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3，案例分享。第一个，掌面流光溢彩，手指条大不见缝隙，偏土星掌，土人稳重传统，做事有诚信。4指严丝合缝，能守财至进退，指节俭米糠树稳，古代讲是衣食无忧，现代讲小康无忧。食指很长，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也更加注重原生家庭和亲情。掌丘来看，小指水星丘饱满，有活力和口才，沟通能力强，对商业嗅觉也灵敏。食指巽宫饱满，但右手巽宫见杂纹，正财有但不稳，水星丘也见杂纹，偏财也有但不长久。左右手太阳丘都见很多条太阳线，说明人缘不错，比较注重自己名声，比较爱面子，甚至有些虚荣。左手生命线偏浅淡，而且横纹较多，生命线若说明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不强。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深长，人很聪明，脑力强，但体力不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第二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讲究骨肉均匀，男阳女阴，男女有别。对于男人来讲，骨稍多于肉，阳气更足，男主有些肉多于骨，阴阳不协调，偏营养质，有些中物欲爱消费，做事有些偏懒散。五官端正，眉浓稍散，为人正直，重情感性，依仗义疏财，额头开阔，早年聪明，学运不错，但鬓发侵入一马宫，出行运势一般，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帛宫，早难于钱。对于钱财方面比较大方，眉浓稍短，做事效率高，喜欢速战速决，但是山根偏弱，有些少耐心和定力。青年时期感情易动荡，鼻梁不起，少城府和心机，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入骗局。不过鼻头肉，中年能见财。唇含不露，不过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都耳肉，晚年能享子孙福。第三个，掌薄指细，偏木行手，木人多思善谋，决断力稍弱。手指见缝隙，早不于前，也难观财守财。金星丘也偏薄弱，体质偏弱，加上金星丘内侧见青筋明显，左右手都是如此，尤其注意脾胃的保养。食指巽宫财位来看，巽宫财位杂纹较多，正财有但不稳。
这点从事业线也看出，事业线浅淡，本职工作有些动荡。生命线和脑线年贴长，本性偏保守内敛，早年却自信。生命线初期也见锁链，早年体质偏弱，加上生命线整体偏浅淡，体质不强，根基偏弱。不过相对生命线，脑线更加深长，人很聪明，早年学业不错，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体力和脑力，运势才能更加稳定长久。不过充分发挥自身脑力优势，扬长避短，人生路会走得更顺。感情方面有些差强人意，感情线导文和杂文较多，异性桃花有，但是烂桃花也易侵扰。脑线中期见大导文，脑线不但代表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脑线导文的出现，说明心理遭遇创伤，结合感情线同期见导文，心理创伤是犯情伤导致，偏远也容易干扰到婚姻，注意防范。从结婚线来看，结婚线很长，但是出现断续，有缘无分，感情难长久。不过结婚线很长，结婚意愿强烈，最终能收获爱情和婚姻。生命线来看，45岁之后逐渐变得干净深刻，这个阶段是收获的年纪，抓住机会，事业和感情逐渐稳定。第四个，眉眼间有狐媚之态，其实本身的相隔只是浓妆艳抹，披头散发，有些影响自身的福运和能量，注意调整。毛发粗浓，对于女人来讲，虽有些阴阳不得配，个性稍显刚直，少了些女人独有的温柔。但是香术讲究3浓的配，也就是眉浓、鬓浓、发浓，后天养得好，倒是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眼露白，做事目的性强，印堂也被侵扰，有些欲速不达，野心和抱负足，但是时常是自寻烦恼，情路有些不畅。鼻长高隆，颧骨收，个性强势自我，旁人注意不多，人缘较差，但眉浓醇厚，也有仗义的一面。鼻强权弱，事业容易单打独斗，但是个人财运还是不错。婚姻中稍强势，唇外翻，物欲稍重，人中见钩，子嗣丰隆，奴仆宫不起，晚年易为子女操劳。第五个，金星丘的弱，也说明体质一般，运势根基不强。生命线初期的锁链纹也看出出身家庭环境一般。脑线和生命线年贴也长，本性偏保守谨慎，处事犹豫不决。脑线长而分叉，人很聪明，但是敏感多思。分叉的脑线也说明对多个方面有兴趣，兴趣特长多，可发挥自身优势，能小有所成。大分叉也说明异性桃花旺。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